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MEMLens 多模态长记忆基准测试。该基准由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，它是首个多模态超长上下文与记忆智能体的系统性评估，旨在测试大视觉语言模型在海量图文中的长期记忆能力。现有评测存在两大盲区，即单模态缺失和伪多模态漏洞。MEMLens 通过实体抽象技术堵死纯文本捷径，迫使模型必须依赖视觉细节才能准确作答，这为多模态长记忆研究提供了严苛考场。评测结果将揭示当前 AI 系统的真实记忆极限。真实世界的 AI 需要同时具备长记忆与视觉感知能力。用户与 AI 助手的交互往往漫长且持续累积，输入不仅包括文本，还有数周的照片、文档与截图。AI 必须回忆历史细节，并保持前后行为一致。它还需要及时更新被修改的动态知识。当前存在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应对这一挑战。原生大模型通过扩大上下文窗口直接处理海量图文，记忆增强智能体则将历史数据降为压缩并外挂索引。当前主流的长对话测试存在两个严重盲区。第一个是单模态缺失，测试仅针对纯文本， AI 变成了看不见任何图像的盲人。第二个漏洞是伪多模态，有图却有文字捷径， AI 仅靠周围文本描述就能猜出答案。这两种盲区使得视觉细节的长记忆无法评估，因此需要一个必须看图才能答题的严苛考场。MEMLens 正是为填补这一空白而设计的。MEMLens 基准总共包含789道深度多模态难题，这些难题覆盖复杂的真实世界跨模态交互场景。该基准全方位定义了5种核心记忆能力，包括提取、跨绘画、时间更新与拒答5种能力。该基准的记忆长度从32千到256千分，4档精准控制，所有题目都严格强制依赖视觉证据才能回答。这种设计堵死了纯文本猜答案的捷径，从而真实评估 AI 对视觉细节的长期记忆能力。MEMLens 与其他主流长记忆基准展开全面对比。现有基准在多模态支持上存在明显短板，如 Memory Bank 仅支持纯文本的文档结构。Locomo 虽有多模态，但缺少同台对比与任务覆盖。MMNIAH 没有标准长度控制机制。LongMemEval 与 MEMAgentBench 都缺乏多模态能力。MEMLens 是唯一覆盖全部5个维度的基准，它兼具多模态对话结构、标准长度与同台对比平台。移除关键图片后，顶级模型准确率断崖式下跌。GPT 5.4 的准确率从 93.13% 降至 1.74%， Gemini 3.1 Pro 的准确率从 89.42% 降至 1.89%， 两个模型在无图条件下的准确率都不到 2%， 这证明它们无法仅靠文本描述猜出答案。语言模型的幻觉和文本推理在此完全失效。该基准彻底堵死了所有文字捷径通道，它成为一个无情而严苛的视觉记忆考场。MEMLens 将长记忆拆解为5项核心能力，前2项是信息提取与跨绘画推理。信息提取任务占比 31.2%， 它要求模型找出特定图片并识别细节，这需要跨模态的2步跳跃推理，先定位图像，再看清内容。跨绘画推理占比 18.1%， 它测试模型跨越不同轮次计算数值。时间推理能力检查模型对时间流逝和顺序的理解，它必须综合文本时间戳与视觉元素，判断时长或顺序。这项任务占比 24.6%， 考验动态感知。知识更新能力追踪用户偏好的多次连续变更，它必须克服旧记忆干扰，基于最终状态作答。这项任务占比 14.7%， 检验记忆更新能力、拒答能力、防御幻觉，要求模型在证据不足时回答不知道。它避免胡编乱造，确保对模糊问题的诚实判断。该基准通过4步流程生成多模态考题。第一步，采用双模型生成100种主题图文对话。第二步，提取图像线索，并运用实体抽象技术，迫使模型必须看图才能回答，而非靠文本猜。第三步，将答案线索伪装成日常闲聊内容，这大大增加检索系统定位历史线索难度。第四步，按时间戳拼接大量干扰信息控制长度，最终生成32千到256千的超长上下文记录。实体抽象是堵住文本捷径的核心魔法，它替换具体名称为通用占位符，隐藏实体。处理前，文本直接写金门大桥等关键词。
AI 可仅凭文字匹配猜出答案，无需看图。处理后，具体名称被替换为图像占位符，唯一钥匙隐藏在图像像素中，必须看图。模型必须同时看清图像与文本才能作答，这彻底消除纯文本捷径，强制跨模态推理。34款顶尖 AI 系统分成2大阵营对决。原生大模型包含27款闭源与开源模型，闭源代表有 GPT 5.4 与 Claude， 开源新锐包括 Q13、Kimi 等。智能体阵营分多模态和纯文本2种，多模态流派有 M3 Agent、M2A 等，纯文本流派包括 MEM0、MEMOS 等。这场横向对比将揭示不同路线的真实差距。该基准测试包含4个上下文长度压力等级。32K 级别代表短兵相接，仅包含14轮对话和20张图片。64K 阶段开始考验注意力稀释，信息密度显著提升。128K 进入算力深水区，对召回与显存构成严峻考验。256K 探底极限，对应约93轮对话，138张图片。所有等级采用统一的跨模态 token 技术，确保绝对公平。这种梯度可精准衡量不同密度下的记忆表现，上下文越长，噪音越大，找回目标的难度越高。在32千短上下文测试中，前8名模型分差仅 6.34 个百分点。红色虚线标注了 60% 准确率上限，表明模型整体受限。闭源巨头与开源模型的得分差距微乎其微，短上下文性能已不再是区分前沿系统的唯一标准。真正的试金石在于信息时间轴拉长后的表现，当上下文长度增加时，性能差距才会真正显现。因此32千短窗口下的表面繁荣是虚假的，它掩盖了模型在超长记忆上的真实能力差距。EC28千下，多数模型准确率骤降，除 Gemini 外，其他模型准确率近乎零。信息提取与拒答能力是重灾区，率先崩溃。漫长无用背景干扰彻底稀释模型注意力，模型找不到目标证据，进而开始胡编乱造。这暴露原生大模型在长记忆上的根本短板。短窗口下的高准确率不能代表真实能力，真正的跨模态长记忆必须对抗注意力稀释。记忆智能体展现出独特的长度不敏感性。散点图显示其准确率始终保持平稳，但整体精确度仅维持在约 30%。这个水平远低于原生大模型的巅峰表现。核心原因是检索压缩导致视觉像素丢失，视觉细节在存入外脑时已永久损坏，因此模型虽不具长度，但精度不足。稳定而粗糙是当前记忆智能体的困境。跨绘画推理任务成了所有模型的共同噩梦，它的准确率被死死压制在 30% 以下。这并非模型本身不具备算术推理能力，根本原因在于检索雪崩效应。在场上下文中，证据分散在不同时间节点，模型无法准确找齐所有碎片化证据。一旦第一步检索失败，后续推理就全盘皆输。这是多模态记忆智能的最大瓶颈之一。场上下文环境下，大模型瓶颈不在理解力，而在于跨模态证据检索与注意力分配。饼图显示 89% 错误是视觉定位失败，剩余部分仅包含少量推理和文本错误实验证明。找到噪声中的那张图就能答对，但核心问题是模型根本看不见关键图像。这揭示多模态长记忆的核心挑战在视觉检索，这是迈向多模态记忆智能必须跨越的门槛。原生大模型走生吞路线，拥有完整视觉像素，但上下文拉长后，大量无关噪音会淹没目标线索，这导致它无法从海量信息中定位关键证据。记忆增强智能体则走检索路线，稳定性极高，无论上下文多长，它都能稳定翻出历史记录。然而，在存入外脑的那一刻，像素细节永久丢失。两条技术路线殊途同归，各有底层死结，它们都无法独立解决多模态场记忆挑战。两条技术路线各自陷入死结，但并非无路可走。左侧大模型的无损像素被场上下文噪音淹没，右侧记忆智能体检所稳定压缩导致像素丢失。单纯无限堆叠上下文会引发算力与注意力灾难。传统降维记忆检索像素失真导致视觉证据丢失。破局之道是保留原生图像表征的混合架构，混合架构将像素保真与检索稳定性融为一体，这就是下一代超级 AI 助手的圣杯——混合架构记忆库。
该基准总共包含789条深度多模态逻辑链，它使用了4695张人工严审的真实纯净图像。这一基准支持的最大上下文长度为256千个标记，横屏了34个顶尖系统，包括27款模型和7款智能体。即使当前最强 AI 模型在32千下准确率也仅约 58.7%， 这证明长记忆任务当前仍然是巨大挑战。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基准的规模与难度，长记忆领域仍是一片亟待征服的深蓝海。MEMLENS 的完整基准已全面向社区开源，4695张元数据图片与完整基准均已公开，生成代码及评测框架也已同步发布。此举旨在保证评测公平并推动行业发展。团队强烈声明，该基准仅作为诊断级心电图，它严格禁止被用作训练集来刷榜，应当通过它如实反映模型的长记忆能力，这样才能守护 AI 评估的净土，避免失真。记忆是智能长跑的唯一基石， AI 必须从单次问答走向长期陪伴，不遗忘细节，不迷失方向，才是 AGI 的必由之路。MEMLENS 基准已揭示当前模型的记忆上限，例如在 32K 语境下，最强系统仅达 58.7% 准确率，长记忆的挑战仍是未攻克的高原。跨模态视觉与文本融合是核心瓶颈，未来需要无损像素与结构化检索的混合架构。这项研究为多模态长记忆评估设立了新标杆。